DOTA 2出现卡顿延迟高，推荐使用腾游加速器，时长可暂停，加速延迟低。热门游戏均支持加速，国服可免费使用。充值68相当于开了张年卡。右下角输入 CDK 强哥 DOTA 有48小时体验时长。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 DOTA 2新手教学视频啊！咱们今天来看一下龙骑士吧啊，因为这个英雄吧。大家很多人都质疑他的后期能力，是吧？虽然说这个龙骑士号称小斯温啊，呸，就是斯温号称小龙骑，是吧？龙骑士标准的远程斯温，是吧？非常的打钱，非常的快，是吧？起节奏也很快，有硬控身板好，是吧？什么都占一点。但是很多人质疑他的这个后期能力啊，就说龙骑士前中期特别强，但是打到后期有点疲软啊。咱们今天通过这些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难找到龙骑士在后期。无比 carry 的那种教学啊，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角离火旺啊，就是那个 Monet 的这个龙骑士的第一视角。来看龙骑啊，这个出门装很朴素，对吧？补刀斧、魔棒、头环双树枝啊，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出门装。其实现在的版本，火龙是非常主流的一个打法了，没什么太多的别的一个命石可选，因为那个。别的命石，尤其是毒龙命石被削的太多了啊！其实，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选毒龙的，对不对？然后呢，只不过毒龙一被削再被削啊，削无限削，然后到现在大家都开始走火龙了，然后尤其是以大哥为主啊。如果你是说你打3号位。打个毒龙提节奏行不行啊？行啊，不过说实话，就是可能有别的提节奏更好的一些办法啊。那个毒龙提节奏的话，它那个数值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美丽了啊，因为毕竟现在 DOTA 2是一个标准的数值游戏，是吧？谁的数值美丽，大家就选谁啊。那个毒龙的数值没有很多其他的那种英雄美啊，也有很多代替品，所以说还是就是。选一个中单，或者说是选一个大哥龙骑士，把它当成一个核心来打，这样的是比较科学的。因为这个火龙毕竟它刷得快，只要在 DOTA 2这个游戏里面刷得快，那就是厉害，就这么简单啊。一开始这个什么毒狗和这个兽王也是搞了一些东西，什么卡兵线呀，然后那个毒狗用关去干扰龙骑士补刀，是打得他比较难受的。第一波兵吃完了，一个刀没补到。好，小鸡也是运了一个吃树啊。然后咱们看对面的阵容，的话，这个是蓝猫，小兽王是打3的嘛，然后蓝猫是打中的，小是打1号位的，1号位小，然后中单蓝猫，3号位兽王，毒狗跟古法4、5，在这种其实混伤阵容里面啊，那个。龙骑士没有特别大的优势，龙骑士它的优势大家都应该知道，就2点嘛，就是它的命石跟这个先天技能，对吧？命石，飞龙之怒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箭射，是吧？那个箭射龙啊，刷钱巨快。然后呢，这个先天技能，这个龙血就是咱过去老版龙骑士的那个3技能嘛，就是加护甲加回血，是吧？就是这个东西。简单来说，它对抗物理英雄的时候，然后那个非常的肉啊，是吧？然后在那个打钱的时候非常快，就这2点优势。然后你像对面这个阵容，标准的一套混伤系的阵容，什么都有，是吧？物理有一丢丢啊，然后以魔法爆发为主。那这么一个阵容里面的话，龙骑士的被动其实没有太强的优势。那么这局必然是要出那个 BKB 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先在游戏开始之前，就是对线期的时候，反正这个时候只用补刀啊，你不用考虑太多的事情，反而要那个就是动大脑的地方比较少，你就分析一下自己本场比赛该出什么装备。这场比赛 BKB 肯定是要出的，然后其次对面的先手能力太强了啊！你看对面的先手能力都有谁？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兽王，他那个大招嗷一声啊，无视技能免疫的硬控，然后像那个蓝猫滚拉，然后或者说万一小有跳刀万一小跳刀的话，小先手 VT2连，这些都是你出了 BKB， 你可能甚至都没有机会开的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电脑反应不过来的，所以这场比赛。对剑可能也是要出的，很多新手他就问啊，就是对剑这个道具到底有啥用？看着非常的平庸。咱们来看一下，其实在这种局面对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比如说这个物理对剑，它又有一个25%的状态抗性啊，对吧？25%的状态抗性，这个状态抗性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万一我吃到先手了。对吧？我吃到对面的一些先手，且我有 BKB 开不开的情况下，我能够利用这个抗性减少对方对我的控制时间
就比如说咱们看一下兽王啊，兽王这个大招，比如说是3.54，对吧？这个时间非常长了，但是你减少25%的时候，它的那个控制时间就会比对方预想的结束的早很多，于是乎你就有机会把 BKB 点开了，然后并且那个东西也是能够撑很多乱七八糟的属性嘛，就比如说这个那个什么回复增强啊，配合它的这个龙血是吧，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回血，它的加的攻速、移速、血量都有帮助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就是怎么说称数值的那种道具啊，就全面称数值的道具。然后有了那个对剑加 BKB 这2件道具之后呢，你就能保证第一，我被对方先手不一定被秒。对，因为我数值高嘛，我血多，然后被先手控了，我有机会把 BKB 点开啊，因为控制时间短。然后有了对剑加 BKB 之后呢，后续的装备你看情况，如果你觉得你能存活下来了，然后你这局就可以走输出了，因为这局不太需要强袭。大家能理解吧？因为那个强袭装甲是用来打物理输出的，就比如说对面的大哥是一个标准的什么 PA 或者说是巨魔战将类似的这种英雄，就是他的那个输出还是以物理输出为绝对主要输出手段的，那么你就可以出一个强袭来保证自己的输出安全。这一局不需要啊。好吧，这局是那个他直接是点了一个点金手，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小强有点保不住他的，然后那个他对线的时候确实挺弱的，就是对线挺烈的。这个小强前期的话，鞋子加这个王者之戒出门，其实他不管小强出啥，5号位小强打兽王加这个毒狗对线肯定是打不过的啊，这个大家不用怀疑。所以说Monet 这一局知道自己对线上占不到什么优势，甚至有危险，因为现在的兽王线上真的很强势。你像这个兽王这套加点，就是它是主这个召唤的嘛，然后你在对线的时候，你只要被毒狗关到了啊，就是毒狗一个关，然后这个2只猪轮着减速加这个战鹰嘟嘟嘟嘟冲那个什么空中俯冲，对吧？你补一刀被关到了，那就是半血。然后你第2次来可能直接人就死了，对吧？所以说他这个就果断的在前期放弃了一个对线啊，就直接来打野来了。打野的话，经济是有劣势的，那我就补个点金手，这是这个出的思路的一个完整的流程，而不是说蔡有强给你们推荐龙骑士大哥就要出点金手，这真的不是这样子，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原因。就比如说你对线已经无解肥了，对面的人都不在线上。那么你就早点出点什么其他的属性装备、攻速装备，其实刷钱非常快的，因为它的这个就自带一个刷钱能力嘛，对吧？你只要有了攻击力、有了攻速了，它什么都是啪啪啪2-3秒就一堆兵，2-3秒一堆兵的，配合你这个喷火，很快。它现在是占不了线了，没办法，只能出一个点金手，所谓的中期补发育是吧？出一个点金手中期补发育来保证自己的一个经济不要太落后，毕竟1号位不能穷你要是3号位的话，那我吃点屎是吧？然后出俩什么护耳啊，这假腿大魔棒啊，然后那个就是中期团战去打一个前排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现在是1号位不能打得太穷。这边也是报警了啊，队友过来帮个忙。但是这个兽王的这个大招确实太阴巴了，一个大招把大圣吼晕，然后把周围的人全部推开。好在是那个蓝胖那个燃烧瓶，他前期的那个减速比较厉害，再加上大圣的这个英雄追击能力也是很强了，然后是杀掉了一个兽王。你看前期2比8是吧？那个虽然说这个看着局势很优，但是龙骑士被打的有点难受啊。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线列开局啊，这个版本线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场咱们看的是线列开啊。好，先来看的话，你看他现在是反正就是补个加速手套啊，补个加速手套。如果你们就是出假腿的话，然后也可以补什么双加速手套，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加速手套其实对于龙骑士的打野或者推线提升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现在队友也是一直在帮龙骑士打架，这个大圣已经是癫狂了，一直在越塔想杀这个兽王，也是把对方的一堆人给打出来了，然后加上小强跟那个蓝胖啊，一直在后面搞事情。但是龙骑士他现在非常的清楚啊，自己并不是说需要自己去参战，而是在这个时间点啊，需要赶紧利用自己队友来帮他打架的这个时间，把自己的前期对线的劣势给补回来啊，并且尽早的把这个点金手给打出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说队友一来你就去打，然后就自己又死一次，哇！我跟你说天塌了，你敢在这个出过点金手的这个关键节点啊，然后死一次，真是天塌了。
千万不要因为打架，我好像是说了无数次了，千万不要因为打架而断了自己的装备节奏，这是大哥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好，然后点点手到手了，然后你看他现在买这个假腿的时候，你看也是先买这个加速手套啊，因为他自己有箭射，所以说攻速是最重要的嘛。你们记得我在给你们讲那个打钱的时候，不是说了几个要点，就是什么移速、攻速、攻击力，对吧？移速和攻速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属性，攻击力反而没那么重要。因为移速是为了节省垃圾时间啊，就是你在 A 点往 B 点跑的时候，或者说线上往野地转，野地再转回线上来回转的时候，这个时候移速是非常重要的。但他这一局没有说什么线野双收的这种，就是纯打野，那攻速就最重要了。然后你的攻速快了以后，配合龙骑士的箭射，才能够更快的把你的野清掉啊，打野效率才能更快。所以说，先堆加速手套啊，加速手套往死里堆啊。不然他就买了个鞋啊，是吧？不然就买了个鞋啊，差不多，反正就是攻速、移速都是同样重要的。啊，有了这个点金手之后啊，这个龙骑士的这个日子就舒服很多了，是吧？然后可以靠点金补等级，哎，可以靠这个点金补攻速，是吧？然后这个配合箭射，杀青就非常舒服了。然后早出假腿，它一个好处就是切假腿嘛，切假腿，然后它那个喷火，但是它这局明显是不准备，就是正常的用假腿切来喷火了，因为你像那个咱们说下加点，它这局第一是对线比较烈，咱们也都知道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对线比较烈的时候，它纯打野的时候是主了3技能，那个飞龙之怒。其实这个技能，如果你是打中单龙骑或者3号位龙骑的话，你要掂量一下，这套加点可能不太适合中单甚至3号位龙骑，因为他们在打中或者打3的时候，都是要兼顾一些什么团队中期的节奏任务的啊，这个能理解吧？就是带节奏、击杀、推塔，要兼顾一些这任务，他不能像大哥那个一样，就是说队友能够默认啊，让你纯刷是吧？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说，他这一局的话是主了一个3，就硬打野，纯打野。因此，所以说大家在打那个中单或者3号位的时候，可以只加1级飞龙之怒啊，就是主1副2，然后加1级飞龙之怒，这个是一个2套加点，2套加点。打大哥的话，可以这么加啊，可以这么加，就是主刷把自己当成一个斯温是吧？不就是斯温嘛是吧？然后这个箭射60%是吧？非常的爽，非常爽。然后再打中单跟那个3号位的时候，1、2对点，然后3技能加一点，补充一下自己的推线能力就行了啊，不用说把自己的推线能力点那么快，因为你有了一些简单的基础的一些回蓝装，就比如说你有了假腿切假腿，配合一些比如说魂类啊这种道具，或者说队友有秘法鞋，你自己再补个1人面罩等等，这些都行啊，就是保证一个回蓝的数值充裕之后，通过切假腿喷火。满级喷火你也是能够刷的比较快的啊，虽然说没有这么快，但是能够保证你在中期有一个战斗力。好 ，B 章啊 ，B 章对剑 BKB 啊，这一局肯定是出这3件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然后3件套完了之后呢，直接是爆输出啊就行了。这个其实现在的 DOTA 2没有那么的复杂，是吧？然后就是出装大多英雄都比较公式化，尤其像龙骑这种英雄，是吧？就是没有操作，纯是数值，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不用说什么，像什么火猫、紫猫、蓝猫这种啊，是吧？然后搞来搞去的，就 A 就行了，就是我刷钱刷得快，有装备，团战的时候往过一 A 啊就行了，非常适合新手啊。其实我有一说一啊，咱们看了12分钟了，现在9比13，对吧？然后那个打得非常的激烈，大家其实能看到，在现在的版本。想要赢比赛，然后大哥的这个作用其实是最小的，对不对？就是这个现在的版本，你不论从任何的角度来讲，想要赢比赛，最重要的是哪个位置？最重要的是辅助啊，也就是345其实是最重要的3个位置，就是尤其是4、5号位啊，你4、5号位打得好了，你前期节奏好，然后就非常容易赢。因为第一你对线强有线优，第二有中期节奏，现在的版本就打的2个东西，线优跟中期节奏，所以说但是啊大家还是喜欢看大哥是吧？大哥流量好，大哥视频流量好，然后酱油大家不喜欢看，其实很多人抱怨上不去分，就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好酱油，或者说你匹配的队友也不会打酱油啊，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
大家酱油都打得不好，然后一场比赛就会打的就所谓的吭哧瘪肚，是吧？就是节奏又慢，然后呢就是对线也差，输赢看脸，是吧？然后大家互刷打的，把游戏拖得很后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酱油其实才是现在这个版本想上分想赢最关键的一个点。你像这个龙骑士，他在打前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这个火龙啊，就是斯文开大招，是吧？队友给你囤了一堆大野、小野、远古野，你就斯文把大招一开，开始清。你龙骑士也一样的，然后变龙一开始清野啊，然后清的非常快。然后 B 章完了走对剑啊，对 B 章对剑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肯定是阵容一看就能看出来的。其实龙骑士出装无非就是说要不要补那个 BKB 啊，或者说要不要出条刀，要不要出强袭，类似的其实就是这三个一个小变动啊。然后大哥龙骑士的话，那就不用出跳刀了嘛。然后2、3号位的话，需要了队伍中没有先手了，没有开团能力，那你补个跳刀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剩下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要不要出强袭，以及要不要出 BKB 这种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对面的这个控制不是特别的多，先手或者小控制不是特别多的话，你补一个那个就是法日克星啊，甚至勇士法医都是没问题的。比如说你是2、3号位的龙骑士，就当个肉和前排往前顶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好，这波变龙还有一半时间。兽王能不能端到？好，一个端打到。这个 TB 是打3的，一个3号位 TB。首先一个穿刺，他不过这个是端被蓝猫极限躲掉，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端刚才确实是差0.5秒的 CD， 第一时间端不出来。然后龙骑士的这个幻象是跟他的这个本体挂钩的，就比如说你是普通近战龙骑士，那么你开了分身符会被毒狗关了，就是这种人形态的龙骑士。你变了龙之后开分身符会被毒狗关了，那就是变的是龙啊，这个是跟你的幻象的性质是跟你的这个本体挂钩的。反正打龙骑的时候，注意就是自己没事了，自己给自己囤野啊，然后队友也注意给你囤野就行了。你看，其实现在16分钟了，这个龙骑士一直在刷钱，他其实这是大哥的一个无聊的地方，是吧？就是劣势局了，你又没有装备，你又顶不上去，这是确实没办法，因为对面的前期的爆发太高了，对吧？就是爆发也高，然后控制也强，输出也强，你面对对方如此强势的一个阵容的时候，你前期对线还很劣势，而且第一件还补了点金，那就没有办法，被迫的只能刷钱。你不可能说我出个点金去打架吧？那你神经病啊！你要打架，你为什么不把前期的那个点金的钱换成个臂章啊，换成个对剑呢？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好，先补一个伞华到手了。其实慢慢的随着这个装备的堆积，他的这个战斗力就起来。一会儿等他对剑的时候，就臂章对剑的那一波，他的那个战斗力就非常非常强了。拿了一个灵眼长弓啊，这灵眼长弓也是非常适合龙骑。毕竟就是远程英雄是吧？然后你一个加射程加攻速的道具，谁不喜欢的？都喜欢。好，对面也是现在打得非常的激进啊，然后配合兽王去各种推塔。然后夜眼方的话，龙骑士肯定是在说话的，就说是现在我的装备有点差，然后并且那个对剑马上好了，这个时间尽量的不要强势开团，然后最好是等我对剑之后啊，咱们找机会开雾打一波，那一波是非常关键的。好，话音未落，小强找到了一个落单的兽王，直接开壳，先喷个火。不过对面有很多人都在啊，是龙骑士不敢冒进。哎呀，你看不听我指挥，这不出事了。大圣快摆大呀！大圣有没有大？大圣没有大招。然后毒狗是关了一下兽王，龙骑士还是很肉的。3号位 TB 过来，
我吃了毒狗一套技能，差一点点就把龙骑士给打死了。龙骑士最后通过极限切臂章啊，然后躲过了一些致命的伤害。因为那个毒狗叠了很多层之后，配合那个就毒狗那个大招那一下爆发啊，伤害是很高的。还好吧，这波是总算是打赢了，没死。这波要是死了的话就血亏啊！真的这波龙骑士要是死的话就血亏。龙骑士现在是一次都不能死。好，队友这波的话，由于刚才那波冒进的进攻，这波可能是要出大事了，要死好多人了。然后大圣倒了，蓝胖倒了，看下兽王能不能找到人。龙骑士也是刀口舔血啊，然后不想浪费任何一分钱，都是走过路过把野清一遍。因为有 TB 的幻象在给前面顶着开视野，然后对面应该是杀了大圣跟那个蓝胖之后，也知道龙骑士没龙，并且是在出关键装备的节点，直接就选择打盾去了。那下一波的话了，蓝猫应该是带盾的啊，或者应该蓝猫带盾更合理一些。然后看下波怎么守啊，下波太关键了，蓝猫带盾，且是对面肯定是更了装备的。啊，兽王带的盾，行吧。他们可能觉得蓝猫可能觉得不会死，且兽王是要去顶前排开团的，或者说推塔的，把这个盾给了兽王。但是我觉得不合理啊，这还是给蓝猫不是战斗力更强吗？来看这波，小强好像是又找到人了。来这边一个端到了毒狗，非常关键啊！好，先杀一个毒狗，毒狗一倒，那个团战的话，对面没有反手就好打很多了。这边大圣百大，兽王是走到大招里面，然后想一个大招配合古法把大圣秒了，还行是秒掉了，自己交了盾。然后一个端到了兽王，但是兽王有盾站起来，想打2条命还是有一点点难。现在龙骑士自己非常的肉，但是输出略微的有些疲软，因为他现在这个还是处于一个半肉的装备。这边蓝猫跟小小一套技能，蓝猫第2个拉好了。龙骑士被 TB 一个换血，然后就稍微的抬了一下血线，兽王过来，小猪粘上，战鹰粘上。不过小小这个投掷是不是投的有一点点不合理？蓝猫2次进场有没有拉？哇，这真是肉啊！通过臂章对剑的这个回血，不过被被兽王一个极限飞斧飞掉了啊！把我们家2只猫不要打。这波团战也是打得非常激情，不过是非常能接受的。就算龙骑士死了也非常能接受，因为刚才说了嘛，对方是带盾的这一波进攻，而且他们很理智啊，并没有就是很聪明，并没有在塔前面去防守，是通过小强的一个开隐身找人啊，在野外被迫残团的，那样的话，对方不会把阵型摆好啊，也不会什么召唤物啊、什么棒子插的好的等你来打，那样的话就太难打了，是在对方的一个仓促的一个应战啊，一场遭遇战之中，然后跟对方打一场混战啊，人头互换，然后并且还把对方的盾打掉了，那这波就很赚了。我感觉这波团战是打了2波人是吧？第一波阵亡了，然后复活再来打第2波，打了2波，然后打了好多人头，然后看起来是燕方打优势了。这波小强找人，然后找到人之后在野外开团啊，那个鲜肉开团非常关键，就是你在对方有盾的情况下，就最好是像这么打。如果要打的话，最好像这么打，就是你千万不要等对方的人都站好位置了，你去顶对方的阵型，那就太难了啊！一定要在对方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啊，逐个击破，是吧？这个是最合理的一个解法。好，臂章对剑夹腿之后，这个攻速啊，然后特别配合这个点金手，这个点金手也能加35攻速呢，这个真的加挺多的，然后它的攻速就很快了。能看见现在这个攻速已经非常满意了，然后再补个 BKB， 有了 BKB 之后，它的这个生存啊就彻底的能得到解决了。就算你被开先手，你处于一个不好的位置，你通过对剑的减抗，你能赶快醒来，醒来之后呢，再开 BKB 啊，站桩输出就行了。接下来就可以补输出装，输出装的话，大炮马就是斯温，你打斯温不出大炮嘛，对吧？你打龙骑士打火龙必须要出大炮的。好，你看现在其实才22分钟，对吧？在路人局、鱼塘局之中，22分钟那是啥啊？那是游戏刚刚开始啊，是吧？其实你看，这就是龙骑士在前期对线的时候已经被打得纯打野了，战线都站不住了。你看咱们就是22、23分钟，对吧？游戏刚开始啊，然后你看装备该有的都有了，这个 BKB 马上也好了，是吧？BKB 马上好了。
大概差700块钱左右啊，然后 BKB 就到手，BKB 之后再下一波又可以开悟，再一波强势的进攻。那个时候龙骑士20级啊，带着 BKB 是吧？然后对剑臂章啥都有啊，那一波是非常非常强势的，非常强势。好 ，TB 一个3号位 TB 仗着自己非常的肉啊，在这各种搞事情。因为蓝猫不想动它，蓝猫是没有那个BKB 的嘛，没有 BKB 的话就会被 TB 换血，所以说你不可能说是你永远不吃 TB 的任何技能，那不现实。你总会吃到 TB 的技能，吃到 TB 技能你把它打残了，然后 TB 一个换血白打，自己还会被反杀。啊，这边是一个多那个兽王极限开出了 BKB 啊，躲了那个多那个弹道。然后这个时候又是经典的 TB 加龙骑双推进啊。好，这波的这个 BKB 应该正在鸟上正在运。再配合队友给这个大勋章啊，这个龙骑士现在跟天神一样啊，根本打不死。好 ，BKB 到手啊！从这一刻开始啊，终于是就是委屈了20多分钟的龙骑啊，大哥龙骑终于是站起来了。其实这局就是对线前期太烈了，然后导致他出了一个点金手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点金手的话，他为了补中期经验，然后导致他在15分钟左右的那个时候的装备看着非常非常的差，但是他后劲儿大，是吧？就是后劲儿大，刷的会越来越快啊，这个点金的这个收益就能体现出来了。啊，下件大炮。这个英雄他出装非常的套路化，就是前几件你只要分析对了，后面的都很好说。蓝猫有蓝啊，很难蓝猫哥哥，蓝猫想飞的高台是 TP 走是不是？好，直接飞走鱼尾火啊，来个树林阴影。理论上蓝猫飞应该卡不了树林阴影吧，对吧？因为你飞的时候路径会破坏树嘛，所以说应该没事说，反正龙骑追不上，去球吧，就这么着了。好，这波队友又打起来，队友打得非常的激情啊！这个就是路人局是吧？就是你也别管大哥在不在，就是觉得能打的就打了。哦，这波果然是这个非常关键的龙骑他不在，然后硬要开啊，硬要开是吧？然后开出事了。然后这波古法加兽王加小这个推进啊，非常非常强的。你有塔防吗？没塔防，那要掉中2塔了。然后掉高地塔倒不至于啊。那个因为有龙骑士在，随便开个 BKB 守一下就肯定能守住的。啊，不过蓝猫得势不饶人，直接飞在高地上要杀蓝胖了。然后这龙骑士知道自己这时候回去也没有什么大用，哎，因为2塔还在，不慌，给个2塔给了啊，2塔就给了，你回去守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好，这个时候呢，对方直接来上高地，但是蓝胖不死，其实是很好打的。小强开个大招过来找人，不知道插没插针眼。龙骑士想守的话，你得开 BKB 了。对方不管了，铁了心了，就是要把高地拆了。哎，你最后一下拆掉啊！哇，不会最后一下拆不掉啊，被那个炮车打掉了，还行，任务完成。啊，这边 BKB 对顶，叮，好多个 BKB 往起一开，多拿一个毒狗，就这么着吧。啊，行，然后对方的话其实也是大赚啊，大赚特赚是吧？然后就是只阵亡了一个酱油毒狗，但是把一眼方的一个近战变影给拆了，那就很赚了。而且是连拆2塔啊，就打赢了一波团战，连拆2塔啊！你看龙骑士从一开始委屈的什么经历第7、第8啊，刷的现在已经经历第1了，这就是这个英雄他有后劲儿啊，不像很多英雄就是对线，就是DOTA 2很多英雄为什么比赛没人选啊？咱们就说一下，因为很多英雄他对线一旦对崩了，后面就没他这个人了啊！就比如说什么像混沌骑士啊，这种英雄，就是很多人就说强哥混沌骑士能不能玩？能玩，但是你得配一个强势的酱油，有一套体系在打。你很多英雄真的就是你对线对崩了，你就再也见不到你了。龙骑士不一样，龙骑士对线对崩了，我自己打野，你中期开始我声音无限大，是吧？这就是一个容错啊，展示容错。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马上30分钟啊，比赛慢慢的进入到后期了。接下来咱们可以看一下，在中后期龙骑士的这个团战的这个站桩以及输出能力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游戏的新手总是觉得这个游戏输出那才是输出，然后龙骑士会告诉你，这个游戏中肉它也是输出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很多英雄站不住。就举个例子，经典的像枪，哎，咱们就举个例子啊，火枪现在其实还有一点肉度，比如像经典的火枪，你被什么
对方的什么什么一些什么紫猫 PA 切后排了，是吧？那你瞬间就暴毙了，你就没有说输出的可能性了。但是呢，龙骑士，那你切吗？你是你切我还是咱俩对刚呢？然后咱俩对刚，你发现你还刚不住，是吧？然后你得跑啊，那这就是龙骑士的优势，就是它的输出爆炸程度可能不如传统大哥位啊，但是呢，它关键是什么？我不怕被对方切。然后对方切我了，我能站着跟对方撸，甚至能把对方撸死啊！这个是很多大哥都不具备的一个条件啊。而它是远程，它的输出环境要比很多近战大哥好太多了。啊，然后身上是带了水晶剑加大炮卷轴，然后大炮的话马上也是好了啊，再收上一两组野，然后那个恶魔刀锋就好了。直接出大炮之后，龙骑士配合这个箭射，它的团战的输出又质变了。什么兽王这种小卡拉咪这种招一堆召唤我喷两下一刀暴击就给你清干净。看啊，哎，对面看到人了，变龙大圣摆圈啊，这个有点敏感了啊，这个有点敏感了，这个大圣的圈摆的太快了，能不能插到人？啊 ，BKB 互开就站撸了。大炮也是挂身上的，这个输出非常高，1064，这个输出真高。好，一把粉撒到，然后打蓝猫，蓝猫能不能躲掉啊？行，蓝猫也是那个留着技能了，看着龙骑士抬手就滚一下，然后是端到了毒狗啊，反正先杀酱油嘛，没有问题。好，过来瞄一眼肉山盾，这个盾的话，其实龙骑士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太适配肉山盾，因为肉山盾这个道具你拿了死了站起来没龙了，就说给大圣可能会比较好啊，可能会给大圣比较好。好，白天天亮了，过来大家换个家。但是这就是看队内地位了，看队内地位。要是说这个龙骑士的队内地位巨高，那就给龙骑是吧？但是说龙骑第一不容易死，第二他是站在中后排打输出的，然后他非常非常的肉，然后其实理论上来说是吧？理论上来说，那个大圣打可能会更科学一点，但是谁让人家是1号位呢？哎，1号位就该带盾啊！龙骑士的龙还有10秒钟，不然端到。其实变不变龙，它就是一个输出环境的一个问题，对吧？真的就是输出环境的一个问题。然后变个龙，直接是顶着古法吸啊，配合兽王，顶着兽王是杀了古法加兽王一波双杀。蓝猫是在后排收掉了大圣跟蓝胖。其实你看，就像我说的，他这个龙骑士 BKB 都没开呢。他讲道理来说，团战被对方集火的优先度不是很高。对方一看，这家伙这阵势，对吧？然后非常非常难秒，他不想动这个龙骑，而且对面有个3号位 TB， 这也是一点。这3号位 TB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中期开始反手救大哥的一个3号位了。你要是先动龙骑士，你后面站个完血 TB， 那真是要出大事的。你好不容易把龙骑士打得快死，龙骑士 BKB 就是被这个 TB 一个换血是吧？他自己还有 BKB， 一开反打可能直接团战就爆炸了。这个非常难处理的一个局面。现在感觉一眼方的这个 TB 加龙骑的这套体系他们处理不了。哎，这边是关到了一个蓝猫，一个多喷一口火，但是无法再输血，好像是打不掉了，先撤吧。然后龙骑士还有盾，他们就是想救这个 TB， 但是可能救 TB 会出事，直接 BKB TP 了 ，OK 没问题。好，也是打掉了一路高地啊！现在双方也是各破一路高地啊。局面上来说，一眼方更加领先一些，因为经济稍微多了一点。关键是，其实现在打到32分钟了，经济都不是大事，就是7000嘛，对吧？7000不是大事啊。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体系 ，TB 加龙骑的这套体系啊，他们破解不了了。你要么打，你就只能先打 TB， 对不对？你就想，就要想赢团，就只能先打 TB。可是 TB 它也是肉啊，我们来看 TB 的这个3号位 TB 的装备，然后假腿、笛子、大骨灰、莲花，哎是吧？然后大魔棒，然后配合一个猎鹰战，他一会儿还想出灰药啊，反正就是团队之闪避，团队之这个魔抗啊，团队之反技能，就是都给你拉满是吧？然后那个你想秒 TB 的话，其实也非常难的，而且你秒 TB 还存在一个问题，你秒 TB 了，万一秒不掉，是吧？万一秒不掉 TB 一个换血你也爆炸。
你秒龙骑士 TP 可以换龙骑啊，所以说你打谁都不太舒服。好，这边是找到了那个小小，对方大哥一小小，1号位小小，古法在疯狂的救一个虚无。好，大圣摆圈，所有人都给我出圈。龙骑士这时候是有撒旦的，开着撒旦，那疯狂的输出，被古法虚无加吸血，然后独果关一手兽王，双方的反手英雄其实都挺强。哎，这边是一个 VT2连打到了龙骑士，但龙骑士第一有 BKB， 第二身上还有盾呐、哎呦，这个龙骑士根本打不掉。然后最后就剩下了这个 TB 加龙骑了，蓝胖买活。啊，就算剩 TB 加龙骑，这2个英雄真的有点难搞，剩1秒钟能不能端到？啊，被那个蓝胖是一个晕到了。这波龙骑士3杀啊，这个龙骑士已经成长起来，一个成长起来的龙骑士在团里面真的是不好处理啊，真的不好处理。你像这局盾也没有掉，然后那个盾也没掉 ，BKB 甚至第一时间都没有啊，对方依旧是处理了，因为他有撒旦，自己也能够在团战里面把打掉的血自己吸回来。啊，大炮撒旦他下一件一开始点了一个否决啊，因为他那个古法的虚无太恶心了，然后你被虚无了，什么物理伤害都不吃，然后又点了一手大敏捷跳刀。哎，他是看见了蓝猫了，想让小强去找一下。小强是来到了这边，找到了一个毒狗。毒狗关手小强应该是，好，关手小强被蓝胖的燃烧瓶砸到了。那这个减速的话，看一下毒狗开始微光屁往后跑，被大圣找到，就人没了。好，只要毒狗一倒的话，对面没有反手是可以尝试的推2塔上高的啊。好，然后龙骑士在考虑了很久之后，各种换装备，一会儿否决，一会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选择了出一个血疾啊。因为对面其实都是一种施法型战士，哎，对吧？就是法战的，然后出血疾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血疾加的输出真的其实非常高啊，真的非常高。尤其他这个攻速，我没记错的话，血疾一会儿看一眼，血疾好像是加100攻速，加100攻速，而且他那个被动触发相当于一个小金箍棒嘛，什么40%的什么60点的那个额外魔法输出，再配合点在人身上的时候还有额外伤害啊，那个是非常强的。唯一问题就是太贵了，就是很多人说血疾这么好，怎么比赛中见人出的少，太贵了。那个金箍棒什么4000多块钱就行了，血疾6、7千了，那太贵好多钱。所以说一般来说都是把血疾当最后一个件出的，前期出的话太亏钱，太亏节奏了。他想把这个振奋宝石啊，血疾的振奋宝石打出来再说。所以说你看打到现在了，已经算是后期时间了。然后他的龙骑士在后期最大的强势点，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要是打个火枪什么的，对方会组织啊，或者说部署战术，说咱们团战的时候怎么样，先把火枪切了，对吧？对方打龙骑士的时候一般不会说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把龙骑士切了，打龙骑就打龙骑，哎，是吧？这么打会出事儿的啊！哎，队伍中有人出否决了，好，直接硬把对方的大哥小小 A 死，大哥小小一倒，这场比赛基本上结束了，因为买不活。好，小强也是知道这波团战是可以说是最后一波团了啊，非常的重要。直接是买活啊，过来参加这最后一波团，龙骑士变龙，往前顶，双方的 BK 马上结束了，结束就死。好，然后这个时候是先端的 BKB 结束之后呢，然后后续触发的那个眩晕残留啊，把他打晕啊。这边小小倒了，古法倒了，只能开塔防顶一下，但是下波兵来怎么办？下波兵来了就直接平推了啊，无法买活还是想守。啊！被龙骑端到，这一炮蓝猫倒地，蓝猫不给他买活啊！GG，游戏结束啊！你看，就是龙骑士他这个英雄，就是在很多时候表现啊，都非常的怎么说万能，哎，对不对？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你对线优势了，你可以带队提节奏，打得非常的爆发，非常的奔放。然后对线劣势了，你可以像他这场比赛这么学，对吧？就是刷野带线，然后打中期，一样有很好的装备。哇哇哇！你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啊！不要打架，不要打架。龙骑士带一下上线，然后 TB 被逮到了 ，TB 倒了，TB 倒了，那这波还结束不了。对，这个就是路人局的问题了，大家跟大哥这个就是怎么说那个行动的时候不是很协同啊，各干各的。大哥往上跑了，酱油或者说其他人还在中路跟对方缠斗呢。最后一件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大跳刀了，出个大米跳刀把假腿一迈，是吧？就算是没有这个假腿的时候，你靠大跳的这个移速啊，也是可以完全弥补，甚至还快一些，是吧？因为它可以瞬间切入战场。哇，你看有了这个血姬之后啊，这个攻速是吧？加100攻速啊，这100攻速太炸裂了，是吧？加100攻速，然后属性特别的好。配合这个高攻速，你的大炮以及它触发的这个额外伤害，甚至点到人身上的额外伤害是非常高的。啊，血姬点到这个哎呀，蓝胖的那个粉撒的慢了一点点，不过还好，万幸是最后一下的平 A 是点到了土狗啊，也是秒掉了土狗，土狗真买活。这边大圣开启了 BKB， 一个人在往前顶，先打兽王。好，是这时候这是龙骑士最喜欢的，点一个人，然后箭射周围一堆人，然后刀暴击，哇，超爽！然后一个人打4个，蓝胖在旁边看，队友呢？有没有队友？啊，不过关了一下兽王还是起来是扛不住伤害啊！这个龙骑士1打4没有任何压力，好吧？龙骑士1打4随便打，站着 A 就行了。啊，否决和这个大紫苑啊，血姬往上一点，给那个都给我脆的跟纸一样。好，这波打完，双酱油倒了。那3大哥的话，而且是一个是45秒，一个是78秒。讲道理来说，甚至可以直接推基地了。哎，这边丢过来一个龙骑士，兽王一个吼到，然后 TB 是直接给了个莲花，这个莲花给的非常及时，然后是吼到了兽王，也吼到了自己。TB 换血，哇！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处理龙骑士，你得处理 TB， 对吧？两个都得处理，这个就太难了。这个体系他们现在已经破解不了了。蓝猫已经疯狂了，蓝猫买活，但是被点血急了。有没有喷火？好，然后一个盾击打到变龙带钢，这个小小的输出已经完全不够看了。现在这个时候小一个平 A 打掉了兽王，最后再收掉小，完美收官，这是无敌的龙骑，真的是超无敌。好，最后对面的战力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而且这边撒旦已经好了，你秒不掉他的话，撒旦一开又是满血。好，血姬往古法脸上一点，古法只能被迫的给自己微光，但是肯定是阻止不了这个推进了，肯定是阻止不了推进了。好，最后龙骑士占撸基地啊，然后基地爆掉，游戏结束啊。今天能看出这个龙骑士的后期非常强势啊，根本就不是大家说的什么龙骑士后期疲软，哪儿疲软了？这龙骑哪儿疲软了？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